大家好，欢迎收看木板年画，我是广州航海学院的郭亚东。这期节目呢，我们接着来讲年画与年节中的七夕。七夕节在农历的7月初7，属重日。之前我们讲过，重日自古被人们认为是天人相通、天地交感的日子，通常呢都有一些特定的民俗活动。在我们的印象中，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这跟一个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有关，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但其实一开始，七夕节并不是情人节，它的前身叫做乞巧节。这个传统的节日最早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代女常以7月7日穿七孔针，与汉代画像石上的牛绣、女绣图开金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所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最早关于乞巧的记载。在古代，男子主要负责耕田种地，女子则负责纺织刺绣。乞巧呢，也就是女子祈求获得高超的纺织技能之一。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乞巧节定在7月初7呢？这是因为在7月的时候，耕种和除草等农务刚刚结束，人们恰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开展各种民俗活动。七与乞同音，所以人们就将7月初7定为乞巧节。7月7属重日，这里有个问题，传统重日节俗中好像没有4月4和8月8之说。首先，4月4祭祀炎帝，3月3祭祀黄帝，后来逐渐把祭祀炎帝和黄帝连在一起，大多以祭祀黄帝陵为主，日期不定，有时候在仲春，有时候在仲秋。到了民国时期，部分地区又变为了清明节的祭祀。后来清明节又融合了上巳节、寒食节，种种因素下，4月4祭祀炎帝逐渐不为人所知，而8月8蟠桃节瑶池大会则因为有著名的中秋节，相差几天，逐渐被中秋节吸收，因而8月8从唐宋时期就已经湮灭了。至于有人问，为什么没有10月10、11月11和12月12呢？这是因为古人认为数字从1到9，然后又是一个循环，9呢为最大，因而过了9月便没有了重叠一说。如《黄帝内经·素问·三部九候论》，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1，终于9焉。这就是原因所在。我们再回到乞巧节，在乞巧节这一天，女子们都会向上天祈求，希望天上的织女能够眷顾自己，提高自己的纺织技能。在每年的7月初，人们发现天上有一颗特别明亮的星星，它的运动轨迹就像是织布机上的2个部件，梭子和扣子，所以人们就称它为织女星。在织女星的旁边还有一颗星星，叫牛郎星，它们原本是2颗不相关的星星。我们来看这张图，能明显的看到比其他星更明亮的3颗星，组成一个大大的三角形，分别就是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四。天鹰座的牛郎星和天琴座的织女星
隔河相望，而大家比较陌生的天津四跟周围的9颗星组成了天鹅座，就像一只朝着牛郎织女飞去的大鸟。估计当时的古人就因此把它看作是喜鹊了吧。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神仙鬼怪类小说呢十分的盛行，人们就把天上的织女星和它旁边的牛郎星联系到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凄美的神话爱情故事。我们来看一套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年画《天河配》。这套画一共有4章，取材于以牛郎织女为故事题材的地方戏曲，描绘牛郎搬家、天河洗浴、天河相隔、7月期相会4个主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描绘的就是牛郎搬家的场景。牛郎很小就父母双亡，跟着哥嫂度日。他的嫂子卢氏很坏，趁丈夫外出之际，在饭里面下了毒，想要害死牛郎。之后呢，被金牛星下凡的老黄牛识破。他的嫂子见他没有死，又挑唆分家。我们看图中的牛郎就分到了一头黄牛和一辆破车。我们再看下一章，牛郎在老黄牛的指点下，在天河偷走了织女的衣服，这样就制造了与织女相遇的机会。后来2人相爱，结为夫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这件事呢，被玉帝知道，神仙怎么能嫁给凡人呢？于是就派天兵去将织女抓回了天庭。牛郎没有办法上天，于是他想起了老黄牛临死前跟他说的话，披上他的皮就可以上天。于是牛郎披上了黄牛皮，用担子挑上2个孩子去追织女，但是被王母画的天河给挡住了。后来他们的故事感动了王母，就允许他们2个在每年的7月初7这一天搭上鹊桥，让他们相会。慢慢的，7月7就由乞巧节演变成了歌颂爱情故事的七夕节。据说只要7夕这天，你趴在葡萄架下，就可以听到牛郎和织女在说悄悄话。虽然乞巧节变成了现在的七夕节，但是穿针乞巧的风俗却并没有改变。这是最早的乞巧的方式，始于汉，流于后世。农历7月初7的夜晚，即七夕节。根据传统，凡间的女子要手执5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9孔针，或是5孔针、7孔针，趁着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快速全部的穿过者，称为得巧。这是古时关于女子手艺的一种特殊的认可方式。除了穿针取巧之外，古人还有很多有趣的游戏，比如蛛网乞巧、飘针验桥等。我们看图，蛛网乞巧呢是北京一带的习俗，就是把一些瓜果食品放在果盆上，穿针乞巧以后，大家都睁大眼睛看果盆上是否有喜珠在织网，谁先发现，谁就会大吉大利。所谓喜珠，其实是一种米粒儿大小的小蜘蛛，夏秋之交，在一些花草树木上常能见到，偶尔有一只爬在人身上或被人发现在屋内，都说是喜事。那漂针验巧又是怎么玩的呢？首先呢，在七夕的前一天，即7月初6，先准备一只面盆，
放在天井里，倒入鸳鸯水，就是把白天取的水，或者是户外的河水和夜间取的水，或者是家里的井水混合在一起。面盆和水要露天过夜，再经过第二天，即7月初七白天太阳一晒，到中午或下午就可以验巧了。原来面盆里的水经过半天太阳光的照射，表面依稀生成薄膜，于是取引线，就是缝衣的针，轻轻平放在水面上，针不会下沉，水底下就会出现针的影子。这针影若是笔直的一条，也就是放得巧的话，水面的薄膜是完好无损的，那即是起巧成功，即得巧。若是针影形成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因为水面的薄膜被破坏所致便是起巧失败。七夕节呢，除了乞巧外，还有旧时的一种众生求子的习俗。众生求子就是在七夕前几天，将绿豆、小豆、小麦等浸于瓷碗中，等它长出数寸的芽，再以红蓝的丝绳扎成一束，称为众生。实际上呢，它是生育信仰的表现的一种方式，寄托着中国的劳动人民朴素的审美情趣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此外，吃巧果也是七夕节的习俗之一。巧果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油炸的小点心，因为巧和桥同音，就是桥梁的桥。人们认为在7月初七吃巧果，可以帮助牛郎和织女在鹊桥上相会，而且呢，女孩子还会变得像织女一样的心灵手巧。好，讲了这么多七巧节的习俗，我们再回到年画上来，让我们看看关于七夕节都有哪些相关的年画。我们来看这套画，这套画呢是清代河北武强的年画《牛郎织女》。这套画以浓缩的手法，选择了4个典型的片段：莲池洗澡、大拜花堂、王母画河和耕织度日，把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梗概表现了出来。构图匀称饱满，色彩强烈，装饰性也很强。接下来这组呢是清代高密铺灰年画《乞巧会》，4种都是描绘女子七夕乞巧的情景。上部描绘女子乞巧，中间的女子或捧冠帽，或捧酒杯，或捧寿桃，或双手合十。看来向织女祈求的内容也不一样。左右女子或持寿桃，或持荷花。下部描绘牛郎的故事，点明乞巧是在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日子。这一组武强的戏出年画《天河配》，则描述的是织女被带走的4个场景。前面讲了织女被带走的情景，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讲解。我们接着往下看。这张画很有意思，是清代杨柳青年画的《天河配》，描绘的是牛郎趁仙女们洗澡之际去盗取织女天衣的场面。更有趣的是，牛郎盗得织女天衣，正准备离去，另一个仙女一手持着天衣，一手指着自己，主动对牛郎示好，想让牛郎把自己的天衣也一起拿走，颇有点思凡的意思。我们来看下一张，这是清代山东潍坊牛郎织女年画之七夕相会。我们可以看到图中出现了2个牛郎，
其实这种现象在前面讲过的年画中也曾经出现过。那类似今天我们说的连环画的结构，左边的这个牛郎呢，在跟金牛述说，在织女被抓后，金牛星呢告诉他上天的办法，于是就有了右边的这一幕。牛郎带着2个孩子追上了天，但又被天河挡住。这个时候呢，喜鹊飞了过来，架起桥让他们相见。以上我们说的是木板年画里边出现的跟乞巧相关的一些画面的场景。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工艺门类的相关的传统文化的样式和反应。比如在洛阳隐屯新莽墓中式西坡的壁画中，我们把这张图放大来看。我们看在左侧的下方有一展臂而坐的女子，头顶有3星相连，呈三角状，此为织女。右侧相对位置立一男子，双手牵一头牛，牛背上有并排的3颗星，这个就是牵牛星，也就是我们说的合谷这个是出自河南南阳卧龙区白滩出土的一块东汉的画像石，画面正中为一只白虎，周围环绕着多个星宿，里边坐着一个女子，应该是织女星。右上角3颗星连成一线，旁边有个男人牵着牛，拿着鞭，所以这个星宿很可能就是牛郎星。这幅画可能是想表现28星宿中的织女和牛郎。由于民间对牵牛的理解与官方的定义不同，所以被工匠刻画成了合谷3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2张关于七夕的木板年画的实物。我左手边这幅呢，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一些，是关于七夕的一个故事就是王母娘画天河的一个故事。图中呢，牛郎挑的这个担子带着他的2个孩子，然后右边的这位是织女，然后我们看在牛郎的身后有一个主人，有一个随从。那这个主人手里面持着一个类似法器一样的东西，从这里面伸展出来一条带状物，那这个就是王母画的天河天河相隔所以牛郎和织女不能够相见。上面写的字呢是王母娘画天河，1年1会。那这个画字我们看很有意思，左边是一个画画的画，右边加了一个划船的划的那个偏旁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错别字这也是民间美术中反映的比较多的一种现象就会有一些错别字出现。这是一幅另外一幅我给大家看一幅这个比较大另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是牛郎和织女结婚的一个场面上面标题写的是天河配，但实际上画面的内容主要表达的是牛郎织女在结婚拜堂成亲的这个画面画面中的牛郎，也就是这个身着一个类似新郎官官服这样一个装束，后面有一个侍女在牛郎的左边左手边有一个花烛中间应该是中堂。跟这幅画相对的其实还有一张这个应该是一对构成一男一女，新郎和新娘一对画拜堂拜花堂的一个场景。再给大家细看一下这个画它画面的一些画法。我们看到画面中的几个颜色有些颜色是刷印的，比如说像这个绿现在已经褪色了，还有一个橙色这些颜色呢是套印上去的。
但是有个别部分的色彩呢有手绘的痕迹，比如说这片红啊，它可能是在橙色的基础上加上去的手绘的痕迹啊，所以这种画就属于半印半绘。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服装上面的一些勾花，像这种勾花，那这个就是拿勾线笔在上面直接去勾制的啊，还有黑色和紫色部分。那除了这些手绘的这个制作方法之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在人物的头饰、发髻的这些部分有闪光的，包括这些头戴的花饰部分，有一些反光的这种材料，那这个叫做明油。以前人们在制作年画的时候啊，这种方法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啊？实际上这种方法呢，有助于画面啊营造一种这种光鲜亮丽啊，或者说立体的一种层次关系。因为以前的人们这个家居，这个透光性一般比较差，所以年画在房子里面，那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它的这个颜色就必须要非常的鲜活啊、鲜明啊，层次感要很好，才能把这个气氛啊更好的营造出来。那同时，这个明油当然也起到一定程度的这个保护色彩的这个作用。这张画是山东高密地区的一张传统年画。好，年画部分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跟七夕有关的一种民俗文化的东西，就是我手上的这个一层叠加在一起的一沓纸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民间的纸马纸马类的一种特殊的形系。我们看这上面有书写拜七姐字样的文字。那所谓的拜七姐这个实际就是在七夕这一天民间的一种祭祀七姐的一种传统的习俗。在这个纸上面有绘制一个侍女形状或者说一个仙女形状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那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一个七姐的人物的原型然后在里边包有相关的一些纸马的一些配件，那这些都是五色纸上面印的，图案一样。至于说里面包的这些呢，是不是跟七夕有关，就未必像里面有寿字这种纸马，还有这个贵人纸马，这种是典型的广东地区的包括福建一带也类似这边的一些纸马的样式一般都会把一些什么发财呀、保平安呀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寓意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以求得更多的这种福报这种贵人扶持、路马扶持、贵人指引类似写的这样的话。里边还有一个金河桥，那这个图形看上去就比较这个民间味十足比较传统的图样。这个金河桥不是我们所说的七夕的这个天河那这种风俗呢在其他地方也有，比如说在胶东的地区多于七夕节拜这个七姐神年轻的妇女呢在这一天会穿上新装，欢聚一堂在这个庭中盟结七姐妹并唱这个相关的一些歌谣天黄黄地黄黄，俺请七姐下天堂，不图你真不图你现，光学你72样好手段实际上还是乞巧的意思。那有些地方还会做一些巧花和巧果巧花呢就是用一些面粉然后制成像牡丹莲梅兰菊花等之类的这种花的纹样的图案造型。然后巧果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还有另外一种叫巧菜所谓的巧菜就是用一些特殊的烹制方法制作的类似这样的一些食物。那用这些方法呢来这个祭祀
这个织女啊，或者说祭祀这个七姐啊。好了，七夕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回头再看看围绕乞巧和七夕产生的两个方向的故事，其实都是在歌颂和赞美女性。乞巧之美，美在对女性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的赞美，也是对生活的赞美；而七夕的美，美在对人间爱情的礼赞，也是对家庭美好生活的礼赞。两种赞美都深刻体现了中国人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民俗不虚，有口传及习为，年话不假，皆满载情感和精神。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